2022年11月8日，一个恶魔被从监狱释放，神秘消失的客人，满身伤痕的孩子，赤身裸体站在雪地中，疯狂的精神控制，一栋恶魔的屋子到底能够藏下多少疯狂之事？且听我娓娓道来。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片尾彩蛋有推理谜题，你能解答吗？答案下期公布，记得看到最后哦。现在我就带大家穿越到2003年，故事的开始。美国华盛顿州是一个位于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州，为纪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成立。这里经济多元，地理位置重要，被称为通向东方的门户。2003年，华盛顿雷蒙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庭里，3个姐妹举报了自己的母亲雪莉·诺特克，她就是本案的主角。在外人看来，雪莉拥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有一个关心她的丈夫和3个女儿。然而，这个家庭的表面下隐藏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一切都从1998年雪莉的第一个受害者出现开始。她的13岁侄子肖恩·沃森。肖恩的父亲是一个帮派成员，因为案件进了监狱，而他的母亲因为一贫如洗，拒绝照顾肖恩。无人照顾的他被以好心闻名的雪莉阿姨带回了家，而肖恩刚进门，这个好心的阿姨几乎是马上开始了对他的折磨。他对肖恩百般刁难，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他都会禁止肖恩上卫生间。有时候这个禁令会维持几天甚至几周。当然，雪莉的虐待行为不仅限于肖恩，雪莉还以羞辱大女儿尼基和2女儿萨米为乐。她命令他们把自己的体毛大把大把地拔下，并交给他。他们还经常被关在狗窝里，以此来羞辱他们。他强迫他们在寒冷中赤裸站立，并用冰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一次，雪莉一边大吼着“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一边将尼基的头砸向玻璃窗。他强迫侄子和尼基一起赤身裸体跳舞，而他则在旁边大笑不止。在折磨完自己的孩子和侄子后，他会向他们展示巨大的爱意，其实也就是精神折磨的惯用方式。当时家里唯一没有被雪莉折磨的人是他的小女儿托里。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他长大以后也发生了变化。1998年12月，对孩子的虐待已经无法满足雪莉了，一个更可怕的计划开始在他心中发芽。他想起了他的老朋友凯西·洛伦诺，一个失业后无处可去的女性。雪莉以她一贯的热情和慷慨态度邀请凯西到自己的家里住。无家可归的凯西带着行李感激地敲开了雪莉家的门，但凯西很快发现，就像他之前许多人一样，雪莉的慷慨面具很快就被摘了下来，迎接他的却是被迫在寒冷中的赤裸劳动，每晚被注射镇定剂，并被关在地下室的锅炉旁。直到1994年，凯西的体重只剩下45公斤。在长期的虐待中，他的头发和牙齿都脱落了，他的身上布满了淤伤、割伤和脓疮。他已经无法行走或说话，他的一侧脸下垂，视力明显下降，他的浑身都是呕吐物。雪莉在一次特别残忍的殴打后，将昏迷的凯西关在地下室。她的丈夫大卫听到洗衣间里传来奇怪的咕噜声，于是前去查看。他发现凯西被自己的呕吐物呛住了，眼睛不停地翻着白眼。大卫连忙把她翻过来，用手指想把她嘴里的东西拿出来，但毫无作用。5分钟后，凯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后来大卫解释道，我知道我应该拨打911，但考虑到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不希望警察看到我们虐待过他，我不想让雪莉惹上麻烦，也不想让孩子们经历这样的心理创伤，我不想这件事毁了我们的家庭。当雪莉得知凯西的死讯后，她说服了大卫和孩子，告诉他们如果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儿，他们每个人都会进监狱的。在妻子的命令下，大卫烧毁了凯西的遗骸，并和雪莉一起悄悄把骨灰撒了。当邻居问起凯西时，雪莉会简单的解释他和情人私奔了。他反复地和自己的孩子说凯西私奔的事儿，并给孩子们写了一封署名凯西的信。他用这样的洗脑方式让他的家人相信凯西他还活着。1995年2月，侄子肖恩开始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恐怖，于是开始制定逃离计划。他之前悄悄地拍摄了凯西在世时的照片，当时他营养不良，经常被殴打，住在冰冷的地下室里。他给尼基看了他的照片，并告诉尼基他的计划。他准备揭露雪梨的罪行，把这些照片拿给警察，但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尼基害怕会被妈妈发现，于是把照片的事儿告诉了妈妈雪莉。为了奖励肖恩，雪莉
命令丈夫大卫朝肖恩的头部开枪。当然，大卫照做了。和凯西一样，这对夫妻在自己院里焚烧了肖恩的遗体，并将他的骨灰悄悄撒在河里。雪莉和大卫的恶行并没有因此停下，他们的下一个受害者是雪莉的朋友罗恩·伍德沃斯，一个57岁的退伍军人。他于1999年搬进了雪莉的家。和其他人一样，虐待很快就开始了。雪莉不允许他使用卫生间，强迫他在其他地方方便。他同样每天遭受雪莉的殴打虐待。2002年，雪莉还获得了81岁退休船员詹姆斯·麦克林托克的照顾权。为了感谢雪莉，他立了遗嘱，如果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黑色拉布拉多犬西西如果能够得到照顾，那在西西寿终正寝后，雪莉就可以获得他14万美元的返场。大家猜结果怎么样？不出意料的，詹姆斯很快在自己家中因为摔倒头部受伤而去世，他的爱犬西西也很快就去世了。但警方这个时候还没有把他的死亡和雪莉联系起来。随后，雪莉要求罗恩与家人断绝关系，强迫他喝下自己的尿液，然后命令他从屋顶跳下去。他因此受了重伤。作为一种治疗，雪莉将漂白剂倒在他的伤口上。2003年8月，罗恩因不堪忍受折磨去世。雪莉把他的遗骸藏在冰柜里，并告诉罗恩的朋友他去其他国家工作了。丈夫大卫最终把遗骸埋在院子里，但罗恩的失踪让现年14岁的小女儿托里意识到她家里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这时，托里的姐姐们早已经搬出了家。当托里告诉他们之后发生的事情后，姐姐们鼓励托里收集罗恩的遗物，以便向警察提供证据。随着3姐妹的报警电话，雪莉的罪行浮出了水面。米歇尔·雪莉·诺克斯出生于1954年4月15日，她从未远离家乡华盛顿州雷蒙德。作为3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雪莉和她的兄弟们都与患有精神疾病并且酗酒的母亲莎伦生活在一起。当雪莉6岁时，他们的母亲抛弃了他们，但她并没有像姐姐一样照顾他们的弟弟，而是开始折磨他们。他们随后和他们的父亲莱斯沃森以及继母劳拉·斯托林斯一起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成功企业家，继母是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位温柔美女。但雪莉非常不喜欢继母，并经常告诉她的继母她有多么恨她。雪莉在这个时期继续折磨她的弟弟们，她经常挑起2个弟弟的争吵，她经常把玻璃碎片放在弟弟们的靴子里。1969年3月，14岁的雪莉找到了她新的折磨对象，她的父母。当天放学以后，她并没有回家，担心的父亲和继母打电话去学校，得知雪莉在少年拘留中心，他们以为雪莉遇到了危险，于是急忙赶了过去。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雪莉在这里指控父亲侵犯了她。但后来医生的检查证明了他父亲的清白，雪莉对侵犯一事明显撒了谎。她曾多次单独与家人一起接受心理咨询，但均未见成效。雪莉拒绝接受自己说谎的事实，最终她被送到祖父祖母家。但不幸的是，她依然试图破坏周围人的生活。她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主动提出帮忙照顾邻居的孩子，结果却用沉重的家具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她甚至诬陷她的祖父虐待孩子。她的这种操作虐待方式一直延续到成年，经历了2次婚姻，生下了2个女儿尼基和萨米。直到1982年春天，她遇到了一名建筑工人，前海军退伍军人大卫·诺特克。5年后，2人结婚了。结婚的第2年，也就是本案的开始，他的13岁侄子肖恩来到了他的魔窟。2003年，警方对雪莉的返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罗恩被埋葬的遗骸。大卫和雪莉于同年8月8日被捕，小女儿托里被交给姐姐萨米看护。大卫·诺特克承认枪杀了侄子肖恩，并在5个月后埋了罗恩。他被控2级谋杀罪，服刑13年。通过认罪谈判，雪莉提交了一份阿尔弗雷德认罪协议。这种认罪方式允许被告在不完全承认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重刑罚而选择的认罪。他承认了一项2级谋杀罪和一项过失杀人罪。虽然与检察官的初步协议是入狱17年，但法官最终判处了他22年监禁。检察官认为雪莉表现出对人类生命的极度漠不关心。雪莉后来试图推翻他的定罪，但他的上诉被华盛顿州法院驳回。2008年，大卫获得假释，并向女儿们寻求原谅。萨米和托里公开表示，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们还是原谅了父亲。
他们认为父亲同样是母亲雪莉的另一个受害者。三姐妹担心母亲出狱后可能再次对社会构成威胁，因此他们与作家格雷格·奥尔森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以揭露他们母亲的真实面目。最终，雪莉仅服刑18年，于2002年11月获释。她的释放地点未知，她的女儿们和其他社区的成员对她的释放依然表示担心她可能会继续对弱势群体展开疯狂的虐待。上期谜题答案，凶手是 C， 日本国旗正反是一样的，不需要重新挂。接下来是谜题时间，你能解开谜题吗？星期天早晨，郊外的湖面上漂浮着一具垂钓者的尸体，看上去此人像是乘小船垂钓时不小心船翻了，溺水而死。死亡时间是星期六下午5点钟左右。起初，这起死亡事件被认为是单纯的意外事件，但经警方调查后认定是谋杀案，而凶手竟是死者的朋友，因为他欠死者一大笔债。可是案犯有不在现场的证明。星期六，他租用了另一条船，与被害者一起钓鱼。下午3点钟左右，与被害人分手后，一个人乘坐距车站15点40分的电车回到 K 市自己的家里。列车到达 K 市车站是18点30分。这期间，案犯一直坐在列车上，并有列车员确切的证词。然而，当警方了解到此人在某大学附属医院担任药剂师时，便揭穿了他巧妙的作案手段。你觉得案犯是用什么手段使被害人溺水而死的呢？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答案会在下期视频公布。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点击小铃铛订阅，不错过下一个奇案。我是 Loki，我们下期再见。